松、明快、愉悦。这是18世纪早期所有音乐中相当为人熟知的一首，它曾出现在无数电影和电视广告中。但它叫什么？又为什么让人产生这种感受呢？这是四季协奏曲中春的开头，由意大利作曲家安东尼奥·维瓦尔第创作。四季享有盛名，一方面因为它美妙悦耳，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它其实在讲述一些故事。1725年，四季在阿姆斯特丹首次发行时是配有诗歌的，诗中描绘了维瓦尔第试图用音乐传递的季节景色，为器乐提供对应的情节内容。在这方面，维瓦尔第领先了几个时代。如果你在读这首诗的同时听音乐，你就会发现诗里的场景巧妙地同步于音乐画面。我们读到鸟儿唱着欢快的歌谣迎接春天，音乐表达的正是这一感觉。但是很快一阵雷雨爆发，音乐里不仅有雷电，还有更多的小鸟，它们湿漉漉的，没精打采，受到了惊吓。在夏里，斑鸠用意大利语吟唱自己的名字 Tortorella， 之后一阵薄暴侵袭田野。秋是猎人们热切地追捕猎物，冬的协奏曲则以牙齿冻的打颤开头，然后人们开始烤火取暖，随后又是一阵暴风雨，人们在冰面上滑倒摔跤。在冬天的头几周，旧年即将结束，维瓦尔第的四季音乐探索之旅也随之结束。直到19世纪早期，这类表达丰富的音乐才流行起来。那时乐团的规模变大，乐器种类增多，木管、铜管和打击乐器一起描述故事。但是维瓦尔第仅用一把小提琴、弦乐器和一架大键琴就完美演奏了整个故事。与同时代的巴赫不同，维瓦尔第对繁杂的赋格曲并不很感兴趣，他更喜欢用平易近人的音乐愉悦听众。这些旋律又拼在一起，提醒我们身处怎样的音乐场景。所以春的第一章节以春天一景开始，又以之结束，与开头略有不同。这是一种极具创意的吸引听众的方式。而维瓦尔第被认为是18世纪早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小提琴家，他知道吸引听众的重要性。他常常在音乐会上亲自当首席小提琴手，有些音乐会的首席小提琴手则由皮耶塔学校的年轻音乐家担任。皮耶塔是一所大多数学生都是孤儿的威尼斯女子学校，维瓦尔第在那儿做音乐总监。音乐训练不仅是一种适合年轻女子的社交技能，也是一种潜在职业。对于那些可能无法谋得良缘的女生，甚至在维瓦尔第所处的时代，他的音乐就服务于所有人群，而不是专攻富有的贵族。300年后，这一方法依然行之有效。维瓦尔第的音乐听起来仍然像欢快的马儿在奔跑。准备好继续学习了吗？观看这些视频来挑战你的想法，或了解更多你不知道的事情。订阅并保持好奇心。